大家好，我是游树兰，这是我的火王电视剧探班最终回。我在杭州只待了10几天，但是这10几天每一天都到好几个场地去探班。现代篇有好几个景点都非常的漂亮，临平公园、东来阁的不锈钢塔、Hello Kitty 主题乐园、萧山剧院等等等。只因为我想挤在这一集之内结束，所以就没有每个景点都放照片。现在就请大家欣赏本集的内容吧。很开心，终于近距离看到柏林的班了，超级开心。这是安吉的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，是 A 组的胡导在导戏，很漂亮又充满活力的园区。如果是很悠闲的时候，我可以在这里逛很久，搞不好可以逛好几天，我都不会觉得累。游客很多，其实我分不太清楚哪个是游客，哪个是灵眼，我自己都像游客。反正就是跟围观的人一起围观，那就不会穿帮。我还在灵眼一家人的车盖上放便当，还好这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妇非常的亲切，一起用剧组所安排的伙食，边吃边闲聊。这是珠圆玉润的我和萌萌萌萌饰演魏永倩，剧本里面她是一个少女明星，我觉得萌萌的形象真的还蛮适合永倩的。刚到杭州，第一站就是这栋漂亮的别墅，我们一到就吃饭了然后跟萌萌闲聊，跟她说我参加 SHCC 时和漫威还有 DC 的漫画家交流了什么，又给他看了影片和照片。萌萌去书画之后，我问他们是不是在等人啊？他说在等景田，因为景田要拍的段落非常的多，常要在 A 组、B 组之间跑来跑去。边吃饭边等，景田就来了。这是 B 组的余导。我记得萌萌拍好一段之后就跑进来，问导演说他演得好不好，还问导演他的衣服好不好看。我记得这是一件有着夸张绣摆的衣服。导演回答他说：“这衣服不错，看起来很华丽。”萌萌就说：“就是嘛，这是我特别跟厂商谈来的。”余导就接着说：“像华丽的拖把。”萌萌就好不容易能够探到柏林的班，而且这一次还有杜俊泽杜老师。按照惯例，剧组小哥主动帮我找了个又近又好的位置，让我能够很清晰的拍到2个人对戏，而且前面也没有人影飘来飘去的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这段戏也拍了好几次，拍远景与特写的时候都是3台机器同时动的，在3台摄影机结界之下，要找个不会穿帮的好位置很重要。我记得杜老师演完某一次之后，很开心的跑到导演旁边，问导演说他刚刚演得好不好。余导给他比了一个大拇指，说演得非常好。杜老师很开心。
柏林演戏时和私下的表情差很多。演戏的时候像总裁，私下时像邻居的大哥哥。我应该是要说弟弟吗？他私下的时候常做一些淘气可爱的鬼脸。要他演仲天这个闷葫芦，一定是很辛苦的吧？这个位置太赞了，可以看见两个人在演对手戏，又可以看见工作人员在摄影。我在象山的时候都找不到这样的角度和位置。这个时候的气温其实已经很低了，入夜之后更冷。回想起7、8月的时候在象山的高温，感觉这个温度跟转世了差不多。那个时候我还在画漫画连载《穿梭时空追寻你》，原名是《时空轴盛世》，画到手伤复发。初次的右手肌腱发炎时，右手大拇指和手腕肿得像2只手那么胖，非常的痛，常痛的坐立难安，而且睡不着。复健时走了一趟象山探班，之后回家又赶了2个多月的稿子。去杭州时就是手伤又复发了，休债时去的。其实在这之前的前2年不是空闲的，那是特别为电视剧留的2年时间，因为我想从头参与到尾，因为种种的原因延宕了，才会与我的漫画连载卡在一起。朋友过去常取笑我，说我自从出道起受到的流言蜚语、诋毁、谩骂，都没能逼退我创作与画画的喜好。我说没有错，但我被年龄与老化逼退了，体力变弱，健康也衰退，手筋老化，再也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密集漫画连载了。偶尔画一画还行。毕竟流言蜚语关我什么事？现在不证实，没有一条是真的了。真的耶，我从来没有因为被人家乱骂、乱指责啊，然后被人家诋毁、诽谤啊而休刊，连脱稿1次都没有。可是因为健康的问题、腰痛的问题、坐骨神经的问题，最后手伤，然后休载了好几次。唉，用手机录影好像就会像这样，忽然的变得很亮，要稍微再调整一下才会正常。这一点单眼相机似乎还是比较可靠。这里好漂亮，这种工业风和古典中国风的融合与冲击，带出了未来感的美丽，有点科幻的感觉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景点。我和弟弟在这里都拍了不少照片，会放在后头游玩的那个段落。为了做这个探班的影片，照理说杭州一行10几天又很开心，应该有更多的东西能够讲的，但是我却没有记得很多，勉强的去想，也只想出1、2则。为什么？过去几年没有很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很多时候很多事不去想它，或许只是为了放下，或是为了逃避。
只是走过来了，回头看就会发现，那些曾经珍藏的事物，不管带来的是幸福或是悲伤，在自己的忽视之下，真的就会慢慢的忘记。现在我就想不起来很多杭州探班的细节，至于是什么原因，末尾时我会说明的。白色宝丽龙板是拍特写时常会用到的道具。天光之下，脸部的阴影会过重，白板板可以反射一点点柔光。到杭州之前，我去上海参加 SHCC， 和许多国际知名的漫画家、插画师认识。和他们进行一次很棒的交流，其中和一位曾经画过神力女超人漫画的漫画家闲聊。原来美国漫画跟我们这边的生态完全不同，大公司找来很多写剧本的人，再招聘很多画师来为剧本画漫画，作品是公司的。这位漫画家听说我的作品在拍电视剧，非常的羡慕，也非常的惊讶。他说他们那个人漫画艺术家很难发展自己的创作。我说我们这边慢慢的也变成这种情况了，这个世道独行侠越来越难，想要像个勇者，一个人走上打魔王的路途越来越不容易了。这一路上遇到的人事物，只要不是太傻，别人眼神中的真意念，我不是看不出来。这种火眼金睛，在我还年轻貌美时，可能功力差了些，但也不是没有，只不过现在更厉害罢了。还好我傍身的是我几十年苦修的画技和创作能量，站在对的领域，梦想还是有机会成为理想，不再虚无缥缈。火王电视剧的制作和探班，让我知道了很多陌生领域的事情，其中有新鲜的知识，也有无奈的妥协，认识了很多优秀与认真的人，肯定是我创作旅途之中一段非常美丽的风景。火王电视剧剧情改得非常的多，在众多的限制之下，勉强来说也算是合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，也欢迎给我留下感想。在杭州期间，张君涵在一个空档请我和弟弟去吃东北菜，君涵还帮我们盛汤盛菜，好客气哦。他来台湾会朋友的时候，也有约我和弟弟一起去吃火锅，
觉得聊起来很不错，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合作。休假日，萌萌和萌萌的妈妈，还有我弟弟海兰，我们一起去吃火锅。萌萌还给我们弄了他特制的蘸酱，真不错。同班人马又在某一天去逛西湖雷峰塔，塔是在原址上盖上去的，可惜那一天天气不太好。某一次探班，我和萌萌妈妈一起当了背景灵演，在咖啡厅内边吃餐点边当背景。晚上还同班人马加上刚睡醒的张艺杰，一起到萌萌的房间去开趴，边聊天边吃晚餐。虽然聊了些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。火王之千里同风的片段很多，景点也很多，我觉得大约能拿来当旅游的导览了。临平公园、不锈钢塔、东来阁，这种带着工业风的中国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未来感，非常的漂亮。逛了逛都舍不得离开了。我和弟弟还拿着剧组给的餐点，到了附近的树林去吃。虽然天气有点冷，但还是吃得蛮开心的。再来就是萧雨的别墅，我们到的时候是傍晚，刚好蹭了一餐，等到晚上约7、8点才拍。山区的雨夜其实很暗，这灯光太强大了，营造出晨光的感觉。以前常听人家说灯光很重要，这一次才真的知道灯光能造出什么样的效果，照片怎么拍怎么好看。安吉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，这边拍了柏林在寻找景甜的很多段落。拍完后，我们跟海兰一起去逛 Hello Kitty 主题店，她买了一个大娃娃，比我还要少女呢。这一段我们就让张艺杰的半套载歌载舞来做结尾吧。这一段艺杰的耍宝，我还是得说点话。Stop! Wait a minute. 为什么没有？好尴尬。因为背景音乐的关系，说点话比较安全。在临平公园东来阁的夜戏，是萌萌和君涵的对手戏。下着雨，非常的冷，应该不到10度。我带的衣服也不够厚。这场夜戏的探班之后，第2天我就回家了。其实杭州行的内容我似乎记得不是很多，主要是因为探班回家后，我才知道我最要好的朋友过世了。大概这件事情给我的冲击太大，他走了，给我的回忆留下了过多的空白吧。谢谢大家看完我的电视剧《探班之旅》，等天气凉一些，我会拍一些画画的影片哦。拜拜。